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近期美股波动幅度一直很大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，从而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资本市场的剧烈震荡。全球投资者都在密切关注美国10年期国债的走势，以此作为自己下一步投资决策的依据。那么美国10年期国债市场到底为什么如此重要？为什么全球都在关注？市场为什么会开始大规模的抛售美国10年期国债？美国10年期国债对资本市场又有哪些影响？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欢迎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，点开小铃铛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先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全球都在关注美国10年期国债。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涨，换而言之，也就是市场在大幅度抛售美国国债，导致国债价格大跌。因为国债价格的和收益率是反向关系，国债价格下跌也就意味着收益率上涨。举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，比如票面100美元的国债，正常买卖价格也是100美元，但是如果价格下跌到90美元，那你就能用90美元买到票面价值100美元的国债，是不是就赚了？相反，如果价格上涨到110美元，你就只能用110美元买到100美元的国债，收益率自然是下降了。那么市场为什么会开始大规模的抛售美国国债呢？因为美国国债是一种避险资产，在去年1季度疫情大爆发之际，在恐慌情绪的驱使下，投资者纷纷买入美国国债避险，导致美国国债价格大涨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跌到只有 0.51%， 创下历史新低。到了今年1季度，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度过了去年最恐慌的时刻，加上全球范围内开始大规模的注射疫苗，市场普遍预期经济复苏已经是大概率的事件，未来通胀水平会明显提升，美元贬值是大概率的事件。所以在恐慌时期被投资者追捧的美国国债现在被大规模的抛售。今年1季度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反弹，接连刷新了 1.5%、1.6% 和 1.7% 的关键点位。美国10年期国债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定价之锚，全球风险资产的估值都以此作为依据。因为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反弹，全球资本市场开始重新估值，所以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大动荡。那么10年期国债到底是如何影响资本市场呢？从技术层面来看，比如在美国股市，很多投资机构将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和标普500的股息分红率作为对比，以此作为股市和债市之间资产配置的重要依据。去年3月，美国国债大涨，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跌至 0.15%， 而股市大幅下跌，使得美国股市的股息分红率大幅提升至 2.8% 左右。股息分红率显著高于国债收益率，对于投资者而言，股市的吸引力开始提升，于是很多投资者开始加大股市的资产配置比例。从美国的股市走势来看，在经历了年初的恐慌性暴跌之后，正是从3月下旬开始大幅反弹。某种程度上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成为美国股市走势的先行指标。到了今年1季度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飙升，目前标普500的预期分红率大概接近 1.5%， 而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已经突破 1.5% 后持续上涨，近期甚至来到了 1.7% 的高位，市场预计未来会突破 2%， 这就意味着美国股市的股息分红率已经低于国债的收益率，将来还有可能更低，这就使得股市的吸引力开始下降。对很多机构投资者而言，又到了重新进行资产配置的关键时刻。从宏观层面来看，美债收益率上升，投资者更担心的是通胀上行会引发美联储提前加息，这将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巨大的连锁反应。今年1季度，美国的通胀预期快速升温，已经达到2008年以来的新高。
尤其是拜登政府近期通过 1.9 万亿美元的巨额财政救助方案， 1.9 万亿美元的规模占美国 GDP 比重的已经高达 9%， 这就将显著提升美国的通胀水平。美国的通胀水平在中短期之内将快速上涨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预计，今年美国的通胀将最高达到 2.4%， 已经超过了美联储 2% 的通胀预期目标。这也就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官方对通胀预期的最权威的预测。市场对于美国通胀的分歧在于是否会形成长期的趋势。比如鲍威尔就认为美国的通胀只是短暂的，当然也有更多的市场人士认为通胀的长期趋势不乐观。如果美国通胀水平快速上升，甚至突破 2% 的预期目标，美联储可能就将不得不提前收紧货币政策。无论是减少货币供应量还是加息，对股票市场都将带来巨大的影响。所以当前无论是美国还是全球资本市场都在密切观察美国10年期国债的走势，因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。如果收益率上升过快，就意味着美联储可能会提前加息。美国股市已经上涨了11年，一直存在较大的泡沫争议。如果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，可能会刺破美股的泡沫。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破灭，正是由于美联储加息引发的。一旦美联储开始进入加息的周期，其影响力将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本土，带来的冲击力将会迅速波及全球。最直接的影响在于，美联储加息将带来美元升值。美元升值的背景之下，全球资本将开始重新流动，新兴市场将面临较大的资本外流的压力。去年3月以来，美元大幅贬值，美元指数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贬值了 15% 左右。随着最近美国国债收益率的飙升，市场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，美元指数已经开始强劲反弹。事实上，面临货币紧缩压力的不仅是美联储，全球央行都面临同样的考验。在经历了去年的超级宽松之后，随着经济开始复苏，很多经济体都面临通胀上升的风险，不得不采取加息来应对。3月18日，巴西央行宣布加息，将基准利率从 2% 的历史低点上调到 2.75%。原因就在于巴西的通胀水平快速上升，2月的通胀水平超过了 5%， 远远高于 3.75% 的预期通胀目标。紧随巴西之后，土耳其、俄罗斯也在近期先后宣布加息。这些新兴国家之所以率先加息，直接原因就是为了对抗通胀，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大规模的资本外流。随着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上涨，很多新兴国家都看到了美元升值带来的资本外流的风险。如果提前采取加息的行动，可以提升本国货币的含金量，减轻资本外流的压力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。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